赵丽颖为什么这么火？这3条，她几乎全中了。前段时间已经生子的赵丽颖，已经大半个月不曾更新微博。昨夜，赵丽颖产子后首次在微博上写下了关于“知否知否应是玉肥红瘦”的宣传。冬去春来，二刷精彩，只有8个字。但是截止目前已经有3么多的评论，12么多的转发量。这样高的数据，一下秒杀了很多明星。我们不禁想问，人们喜欢赵丽颖喜欢的是什么？小编试着全方位的解读赵丽颖现象，但是都没有发掘出赵丽颖这个宝藏女孩的全部。赵丽颖的成功，正是应了天时地利人和，不禁想到了孟子那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一代人的特征太明显，兼具了85前的吃苦耐劳和90后的时尚先锋。赵丽颖出生于1987年，是典型的85后。如果你知道，现在有统计，这一部分人是生2孩最拉拢的队伍，比他们大的生育风险大，比他们小的不想继续生。赵丽颖和他们同龄，有天然的亲近感，妈妈粉不要太多。她们是目前2胎妈妈最多、最有时间电视娱乐的女性。4大花旦赵薇、徐静蕾他们虽然粉丝众多，但更像是我们的姐姐们喜欢的对象。一代人有一代的偶像，赵丽颖恰好是85后最喜欢的那个之一。谈到地利，不得不说赵丽颖的出身，这是她身上抹不去的，也是让人骄傲和自豪的事情。赵丽颖出生于河北廊坊市，具体的地方小编未知，但是应该是个小地方。赵丽颖从一无所有的农村妹子，能够成为今天的天之骄子，其间吃了多少不易对人道来的辛酸。在现在这个阶层固化严重、上升空间有限的时代，赵丽颖堪称是最励志女孩。在她身上，小编看到了最珍贵的东西：人因梦想而伟大。听说创造101出来的某个少女，因为肩负全村人的希望，多少人愿意投她一票？不为别的，只因为他们的梦想有我们曾经想过的，或许放弃了，或许还在坚持的影子。至于她真实的性格，小编没有接触过，不好妄下结论。说人和就要谈到赵丽颖的脾气了。但是小编也看过很多赵丽颖的访谈和综艺，有个感性的认识：赵丽颖是活得通透、比较随性的女孩，守着自家1亩3分地，乐得自在。这样女孩的好处是不易树敌，不管圈内圈外，赵丽颖有比较好的路人缘。人们不会因为你的成功而眼红嫉妒，也不会因为你的失败而落井下石。很多流量明星之所以全网黑，需要向丽颖姐姐好好学习一下。说一千道一我，赵丽颖成功了。除去客观原因，更多的还是赵丽颖演技够好，作品够硬，《花千骨》、《陆贞传奇》、《蜀山传记》都是现象级影视剧。如果只是一张好看的脸，而没有演员的自我修养，只能沦为平面模特。另外，不得不说，
现在对于演员的要求越来越低，在流量当道、没作品硬炒功的年代，有这样一个正能量劳模，所有人都会关注他。就像郭德纲说的，都是同行衬托啊。冯绍峰铺赵丽颖坐月子细节，每4小时喂一次奶，尽心尽力照顾家。赵丽颖出道近10年的时间，主演过非常多的经典影视剧，无论是《花千骨》还是《楚乔传》，又或是这部《知否》，都为她打响了知名度，同时也收获了一大票喜爱她的观众。由于赵丽颖暂时还未复工，所以很难从颖宝那里直接获取到一手消息，希望也只能寄托在奶爸冯绍峰身上了。冯绍峰在升级当爸后，已经先后2次公开亮相商业活动，而且2次的活动地点都在成都。在此次活动中，冯绍峰不仅大谈育儿经，而且还首次透露了赵丽颖在家坐月子的诸多细节，包括冯绍峰自己与儿子之间的一些互动瞬间。据冯绍峰介绍，现在宝宝每隔4个小时，赵丽颖就要给他喂一次奶，无论白天黑夜都是如此。为了晚上宝宝不被家中的灯光照射，冯绍峰还特意为赵丽颖准备了一个小灯，因为小灯光比较微弱、柔和，所以比较方便晚上喂奶时用来照明。冯绍峰表示，现在自己特别期待儿子能早点喊他一声大，所以为了早日实现此目标，冯绍峰现在只要回到家，就会冲儿子喊爸，这样儿子在耳濡目染下，就会快速学会如何叫爸了。看来赵丽颖的眼光还是不错的，虽然嫁给冯绍峰之前，大家都对冯绍峰表示质疑，如今看来，婚后的冯绍峰还是十分靠谱的，无论是对赵丽颖还是对儿子，都尽全力照顾。张碧晨晒月子里的赵丽颖，颜值还是那么高，亲自回应泡泡像颖宝。张碧晨和颖宝是很好的闺蜜，在俩人没有火的时候，曾一起参加过选秀节目，俩人也是一路扶持走到现在。张碧晨一直在国外忙着自己的事情，还没有时间去看颖宝，但是手机上一直都联系，毕竟关系这么好，肯定不会把颖宝给忘了。一起经历了那段最苦的日子，所以才更加的珍惜这份感情。这次回国后，第一时间也是去看了颖宝，俩人也是在一起聊了很多。虽然那么长时间没见，但是见面依旧是那么的亲热，无话不说，这才是大家一目的友情吧。接下来，让我们说说颖宝坐月子的事情吧。前段时间一直在传说颖宝月子里面爱哭，或者怎么样，其实根本没有这一说。当妈妈了，高兴还来不及呢，有妈妈和月嫂在，赵丽颖还用担心什么？有什么不会的？月嫂和妈妈都会跟颖宝讲，有什么好哭的？为什么要哭呢？从这次自拍来看，颖宝的状态真的是好极了，非常的开心，身上还有一重母爱的光环，看上去皮肤还是那么好，颜值还是那么的高，是一个颜值非常高的宝宝，也透露了宝宝特别的像赵丽颖，还是一个双眼皮，
希望颖宝能在月子里面一直开开心心的。对此，你们怎么看？赵丽颖现身与男性友人热舞，事实真相却反转。自3月8日赵丽颖产下一子之后，便再也没有公开现身，就连个人社交平台也只是在近日更新了与工作有关简单的8个字。而如今的赵丽颖自然是在家中坐月子，身体没有完全恢复之前，想必赵丽颖是不会复出开工的。但是近日一段视频中却再次出现了赵丽颖的身影，而视频中的颖宝不但与男性友人热舞，身材恢复的也是相当的好，这是令不少吃瓜群众看得云里雾里。视频中一名酷似赵丽颖的年轻女孩与男性友人正随着音乐起舞，而这名女孩无论是脸型还是身材与赵丽颖都十分接近，因此不少网友都误以为这名女孩就是赵丽颖。但是仔细辨别之后，却发现这个赵丽颖并不是大家所熟知的赵丽颖，两人只是五官接近而已，并且这名女孩的年龄也比赵丽。事实上，这名女孩并不是赵丽颖，只是一位与赵丽颖长得十分相像的女网友。但是由于两人长得实在太像了，有不少网友都误以为这就是赵丽颖。其实如今颖宝人就在家正在坐月子，并没有外出露面，而即便是露面又怎么会撇下二叔呢？所以事情的真相只是一个误会而已。李易峰如真的转投李冰冰门下，是指图与赵丽颖联手吗？早有传闻李易峰和公司合约到期，准备另觅归宿。果不其然，在3月3日0日时，李易峰工作室和欢瑞世纪副总裁江磊接连官宣了李易峰和原公司欢瑞合约到期的消息。从2014年4月签约至2019年3月，李易峰与欢瑞的合约期满。在这5年里，他也总算从一个不出名的过气选秀歌手成为了热门的流量小生。欢瑞用《古剑奇谭》为李易峰敲开了一线小生的大门。如今李易峰与欢瑞和平分手后，又何去何从呢？就在几日前，传闻着李易峰和老东家告别后，同时还有说李易峰欲带着整个工作室加盟李冰冰姐妹的合颂传媒。如今已了解了之前的关系，预知李易峰会不会与李冰冰姐妹合作，只差一个官宣了。与原公司合约期满的李易峰会不会自立门户？这个可能性很小。就在前几年，还有大把的艺人从老东家抽身而出自立门户，要不就像杨幂、唐嫣一样做大做强，经营自己的经纪公司，要不就和井柏然一般，宣传资源人脉高不成低不就，需要用各种手段来增加自己的曝光率，以此获得投资商的青睐。如今圈内单干的案例很少，若果不想像郑爽一样放飞自我，就是和吴磊、张雪迎一样，业务被家中常备全包干，在公关宣传上的专业性远不如经纪公司。自选秀后沉寂了许多年的李易峰自然明白攀上一棵大树的道理。就在等待着李易峰和李冰冰现身说明携手合作之前，尚且在坐月子的赵丽颖就已经在网上官宣过一波了。早先还有王俊凯在 TFBOYS 的队员们各立门户时，就投奔到了李冰冰的门下与之合作。在3月时合颂官宣了旗下的艺人，
入行多年的陈学冬也在其列。从华裔的开国功臣到如今自己的公司已颇具规模，李冰冰到底有何魅力吸引了这么多的娱乐圈老牌艺人？有赵丽颖、王俊凯等人的选择在前，李易峰将来选择与何宋传媒合作一点也不奇怪。孤身一人的李易峰站在娱乐圈里，面对着摆在眼前的重重利益，让人想不心动也难。如今说起这两姐妹，也已分不清楚谁成就了谁。第一，李雪的硬核实力显而易见。李雪为了李冰冰进入了经纪人的行列，李冰冰却在等到了2007年李雪记下王金花成为自己的经纪人时才大红大紫。前阵子袁立手撕李冰冰姐妹，也是因为李雪为姐姐从投资方袁立的手中抢下了枪王之王的角色。2007年前签内还只有4小花旦，而有了李雪后的李冰冰成功将局势扭转为4旦双冰。第二，背靠李冰冰的全部资源。李冰冰这些年在国际电影圈的地位直线上升，从上海电影节、金马奖的评委到常驻贾娜，成为中外合资电影的首选女主角。李冰冰不仅在国内的电影圈说得上话，在国际电影圈里也有一席之地。再者，虽然李冰冰已经自立门户，但背靠华裔的资源，在电影圈里可以呼风唤雨，这是对一个想转型的电视剧演员莫大的诱惑。恰巧赵丽颖和李易峰都在转型的队伍中，就靠着有个新的平台给他们更多的机会了。第三，时尚资源接到手软。这一点是王俊凯选择与何宋合作最重要的原因，而对于赵丽颖也是莫大的诱惑。若是李易峰，难道不对这一点心动吗？况且，李易峰若真的加盟，将来与电视剧流量女王赵丽颖的合作机会也会变多。明星们的高奢代言有多难得，在一轮又一轮的形象代言人的竞争中就可以看出来，时装周上的一个座位都重金难求，而李冰冰早在2013年时就拿下了个开的全球代言人。作为华语演员第一次担任国际一线奢侈品的代言人，是李冰冰为演员们敲开了奢侈品代言的大门。既能立这个里程碑，今后和大牌合作又有何难？对于一个新人演员来说，李冰冰的何宋所给的资源都极其的不接地气。然而对于一个已经成熟了的艺人而言，何宋会打开他们新世界的大门。近2年一直在努力转型却没有水花的李易峰，如果加盟何宋，会不会有全新的机遇呢？